AI 大模型的泡沫正在破裂中，並不是說正在破裂的前期或者破裂的中期，它正在破裂。尤其上一周又發生一些事兒，晚叔給大家總結一下，總共7件事情，這種跡象表明 AI 大模型的泡沫正在破裂中。第一個跡象就是韓國的股市 KOSPI 在1個月之內下跌了 40%。為什麼說韓國股市是領頭羊呢？因為在這一輪的 AI 基建的供應鏈上面，韓國的海力士它的芯片供應鏈上面的產業是吧，占了韓國股市大頭，所以它是領頭羊，而領頭羊已經開始崩潰了，這表明 AI 大模型的泡沫正在破裂，加速的破裂中，這是第一個跡象。第二個呢，就是美國的一家明星基金叫這個泰士感知基金他的明星經理只有25歲很年輕一位帥小伙。他靠什麼起家呢？他把 AI 的這個發展路線圖，就從大模型，然後需要這個 GPU 的芯片，对吧？需要內存，需要這一系列的產業，包括最後這個供應鏈一直到電力，是吧？這一套的這個邏輯他講清楚了，所以呢，他以此論文這個獲得契機，華爾街給他2.5個億美元起家做了这份對沖基金叫泰士感知。那麼泰士感知呢，在過去2年之內因為這個做多 AI 大模型相關產業暴賺到450億美金，但是就在上個月7月份，他的基金對不起，因為保證金不足低價賣掉，一夜歸零。那麼這又是一個重大的信號或者跡象，表明 AI 大模型正在崩潰，表明華爾街認的還是現金流，對吧？你模型吹得再好，最後你落地要商業閉環你要能掙錢所以就上一個月只要是你現金流為負的，那你就麻煩了，對吧？那你的股票咔嚓咔嚓就翻臉了，对吧？你像谷歌，对吧？就翻了一大波臉，对吧？從高位最低下到了這個320元左右當然後來又上來一些這是第二個跡象。第三個跡象就是黑石的私人信貸 CEO 辭職了，並且美國主要的私人信貸基金全部設置提款限制，就是原來你提錢你隨便提，对吧？現在對不起，是限制了一天提多少錢？為什麼呢？因為美國的私人信貸基金這些年他的錢幹什麼呢？就是拿着錢投資個大模型是吧？只要是跟大模型有關的，跟人工智能有關的，那这股票就炒上天了这是无腦一窩蜂湧入現在和好，是吧？資金鏈開始出現斷裂的跡象，所以這些私人信貸基金，對不起，錢也不能隨時贖回了這是第3大跡象第4大跡象什麼呢？就是日元創下了近40年來的低點，它對美元到了163這種關口，這是過去40年從來沒有過的。為什麼玩叔分析日元創下新低和美國的這個或者全球的 AI 這個泡沫有關係呢？道理很簡單，因為人往高處走，錢往利處流，日元原來一直就是什麼低利率的是吧？甚至是負利率的時代，所以日元的這個貸款利率非常低，而美國美元貸款現在是吧，有的這個房貸到了6%幾的房貸了，所以說這個美元貸款包括長期國債5%左右，
待會王叔還講的。所以呢，這個資金毫無疑問，哪裡的錢便宜就把它帶出來吧，往哪裡投嘛，對不对？美國的 AI 是吧，這麼漲勢這麼好是吧？利息又高，那我就把日元換美元，簡單不就變錢了嗎？對吧？為什麼巴菲特往日本投資呢？因為日元便宜嘛，對吧？他比的貸款利息又很低啊，1個點就夠了，对吧？所以大量的錢從日本就流向了這個美國，造成日元的貶值，創了新低了。現在美國財長貝森特說了嘛，日元過低啊，也要考慮跟日本一起來干預日元啊，這太低的也不好，對不對？這從另外一個方面表明什麼呢？就是大家把日元搬到美國去投資，這個搬太多了，哈哈。所以任何事情就是物极必反，搬太多之後，那麼一旦搬回来，對不起，你的資金流就有枯竭的危險，对吧？這是第3個這個跡象啊，第4個跡象，第5個跡象什麼呢？就是 AI 債券的信用違約掉期，簡稱 CDS 大幅飆升啊！大家都知道，以 AI 這個建設這個項目來抵押。那麼開始呢，大家覺得很好賺錢呢，所以他這個不需要做這個信貸違約掉期 CDS， 對吧？或者有的話也價格很低，它相當於一個保險嘛，是吧？但是當大家意識到 AI 大模型的風險的時候，這個 CDS 開始漲價了。那麼最近它的數值在飆升啊，這又是一大跡象啊。我們最後看這是前面5大跡象了。我們再看美國的長期債券收益率持續上升，美國國家的債務在昨天一天就飆升了410億美元，突破了 39.8 萬億啊，已經接近40万億大關。如果收益率长期收益率在5，我們就算5吧，有的 4.7 几，有的是5.25啊，就算5的话，美國的國債1年的利息就是2萬億美元，而美國的軍費開支也就是1萬到1萬5之間，對吧？這麼高的利息啊，大家腦子裡想想看，這是種什麼景象，對吧？寅吃卯糧嘛，对不對？美國是這個也是號稱世界的科技大國、經濟大國，但是你這個政府的國債利息這麼高，對吧？國家的負擔太重了，所以美國的投資一定不能瞎投，資金的利用要有高效，一旦不高效，一旦投資失敗，那造成美國的这個衝擊是非常大的，當然也是川普不希望看到的。但是呢，畢竟目前日元的低位和美元的這個長期國債的高位，這叫剪刀差，這是不合理的。那麼是不合理怎麼辦？非要讓 AI 的泡沫破滅，對吧？這個才把這個長期國債的利率打下來。那麼未來甚至還可以再刺激一下美國的這個科技股之類的啊。如果像這樣高的話，美國科技股這個負擔會非常之重，對吧？所以它這個泡沫我認為正在破裂中。第7點，我們看看這個 AI 的領導者，尤其是 OpenAI 現在又開始推遲 IPO 了。這個王叔已做過節目了，對吧？為什麼推遲呢？是因為它的報表太難看了，現金流出不來，對吧？你老是這個叫什麼這個空轉，老是有些訂閱者有什麼用呢？有1個億訂閱者、10個億訂閱者，這個然後你這個收益上面的或者有收益之後呢，你的成本你算不過來賬，現金流沒有，商業閉環沒有形成。所以王叔上個節目還專門講過，像這個中國的 DeepSeek 的老總梁文峰談到了這個說3個悖論嘛，什麼悖論蠻簡單啊，一個就是說中國也可以搞成 GPU 啊，就是哪怕多幾塊芯片是吧，也不難。所以黃仁勳的這個英偉達的芯片也不是那麼高技術，就是把它堆砌起來，對不對？但是堆砌嘛，現在目前還是供不應求了。
中國說我們有辦法取代啊，对吧？我就不管它到底能不能取代，也許可能有2年3年时间的取代期，證明這個東西並不是什麼高大上，並不是什麼科技突破，就是個堆砌，是吧？有人說吧，每隔半年幾個月，這個集成電路就會縮小一倍，這是一個發展趨勢，對不對？這是第一個悖論嘛？這不管這 GPU 到底是領先不領先，就這麼回事兒，是吧？第二個，梁文說了 ，C 端放棄啊，就是你靠這個算力做 C 端，這個賺不了錢，要做底層做 B 端啊，靠這企業是吧？做 B 端放棄 C 端。實際上這也是個悖論，對吧？當你放棄 C 端的時候 ，C 端賺不了錢，你何時保證那個 B 端能夠賺錢呢？對吧？當然 B 端會好一點，對吧？你的所有的程序變得好一點，是吧？不要老是不確定，那麼也可能夠賺錢，對吧？所以說 C 端和 B 端這個論調就揭示了 AI 大模型到底實不實用。真要是實用，也不需要考慮什麼 B 端，現在都有用，對不對？王叔早就說過嘛，你 C 端那個算的不準，對不對？因為大模型有2個問題沒解決，一個叫災難性遺忘，一個叫什麼可塑性喪失。這2個技術底層邏輯難點沒有解決。什麼叫災難性遺忘？就是你把新知識給他之後，他把舊的忘記了。大家有沒有印象？你跟 AI 對話对段时間，上午对，下午他把前面的忘記了。对吧？他記不住，他記住需要大量的存储才記住，而大量的存儲就需要什麼？需要這個存儲空間呢？需要算力啊，你這個成本放在啊，這是災難性遺忘。還有一個可塑性上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他東西太多之後，參數太多之後，他學不了新東西了。不像人可以把這東西啊，他可以這個繼續學習，是吧？不斷創新，他創新不了。他總是只是把它記了放這個地方，靠這個算力把它堆砌。所以王叔為什麼敢押 Adobe 是個創新平台，對不對？你能把創新丟掉嗎？創新它是個平台而已，真正創新還是靠人，不是靠 AI。真靠 AI 啊，你想靠它靠不了，這2個問題解決不了。所以現在加拿大又一個头领獎的這個得主啊，68歲啊，下海準備挑戰 AI， 把 AI 大模型全部廢掉，他這沒用，這太低效了，又耗人，又這個占用內存，占用算力，之後算出結果也不可靠，並且你這個災難性遺忘、可塑性的這個喪失這2大難點，你一點都沒解決。所以 AI 泡沫啊，王叔認為必破。所以這個像 OpenAI 它也推遲了，它沒臉上來。為什麼？它財務報表太難看了，經不起華爾街的審視，是吧？所以呢，現在我看了一下啊，微軟又起來了，對吧？照理說，如果這個 AI 大模型那麼厲害，編程那麼厲害的話，你可以把微軟取代呀。操作系統微軟的操作系統 Windows 編得很爛，對不對？你可以把它完全取代，是吧？完全取代不了。所以呢，微軟又活過進來了，是吧？微軟又靠這個 Azure， 就是它的雲計算，又開始賺錢了，對吧？又開始用算力賺錢，對不對？所以呢，反過來證明 AI 大模型沒那麼神，對吧？綜上幾點啊，王叔分析了 AI 大模型啊，就是一團一堆雞毛啊！大模型造成那麼大的基建投資、數據中心建設，最後搞到最後是電廠建設，電廠都不夠，你搞那麼多没，是吧？那個算力，這個算的也不準，是吧？算的也不精，是吧？這個他也不會學習，是吧？這個災難性遺忘，他也不會再學習，所以這個效率很低啊！我認為王叔認為大模型最後一定是有點小用處啊！你像馬斯克那個東西，我覺得還有點用，是吧？馬斯克搞這個 FSD 是吧？這個自動駕駛啊，這個道路識別，這個我覺得還是一個方向，好不好？這是 AI 的一個方向。那語言大模型這個是用處不太大。好不好？以上觀點講的不對地方，大家和王叔互動，打在屏幕下方，謝謝大家。